人人都说心里苦，说出来就好了。可我今天要说一句颠覆你认知的话：晚年多病，越诉苦，命越薄。人这一辈子前半生拼尽全力养家糊口，熬到60、70岁，身体垮了，病痛多了，换谁都有一肚子难言之隐。可你要是把苦挂在嘴边，见人就道个干净，那就是自损福气，真气越缩越散，身体越缩越虚，家里的磁场也跟着越变越差，到最后并没养好，福先耗光了。你以为别人听了点个头，叹口气说一句你真是不容易，你那颗千疮百孔的心就能得到安慰了。我告诉你们，大错特错，老祖宗传下来的天地气机和修行法门里根本不是这么运转的。你到处去晾伤疤，根本不是在求生，你这是在给自己下催命符。我早年认识一位老哥们老陈当年在南部的加工厂里，那是出了名的拼命三郎。30多岁的时候，守着那几台轰隆隆的冲床，一天站10几个小时，连口热水都舍不得停下来喝。钱是赚下了一些，可也都给儿女成家立业垫了底。到了65岁那年，过往透支的业力集中爆发了，先是痛风，后来又是一场严重的中风。虽然在医院里把命抢了回来，但半边身子不利索，只能成天坐在轮椅上，连自己端杯水都费劲。刚开始那阵子，老陈心里头那团火烧得旺，他极度不甘心，他觉得老天爷瞎了眼，自己当了一辈子好人，凭什么落得这个下场？于是他每天最期盼的事，就是让老伴把他推到透天厝1楼的门廊底下，只要看到以前农会的老朋友，或是哪位路过的老街坊，他那双原本浑浊的眼睛立刻就瞪大了，远远的就招手把人喊过来。人一走近，老陈一把就死死攥住人家的胳膊，那只手因为生病都在微微发抖，手心里全是虚汗，可他攥得紧紧的，生怕人家跑了。接着就开始了口沫横飞，他眼圈通红地说：哎呦，你不知道我有多惨啊，我这条右腿现在就像是一块死木头，半夜里头痛起来像是有1000万只蚂蚁在骨头缝里头咬。我那个在城里上班的儿子半个月连个电话都没有，我这辈子算是白养他了，我现在生不如死啊。他讲得声泪俱下，每一句话里都透着浓浓的怨气，透着极度的绝望。刚开始邻居们还抹抹眼泪，弯下腰拍拍他的手背，劝他想开点，说按时吃药，慢慢养着总会好的。可是老陈听不进去，他像上瘾了一样，只要有人走过，他就拉着人重复一遍，翻来覆去的倒黑水，甚至连去诊所拿个药都要跟排队的不认识的人诉苦，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个可怜人。可是诸位，我们平心静气地想一想，他这么做到底能捞到什么好处？佛法讲得很清楚，万法唯心造。我们中医里头也有一句至理名言，叫心主神明，开窍于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嘴里吐出来的每一个字，不仅仅是声音震动，那都是你五脏六腑里的心血，是你生命最核心的那点真气。老祖宗的医道讲，人在生大病的时候，特别是像老陈这种中风大病，本质上是身体里的阴阳气血已经发生了极其严重的逆乱，正气衰退到了谷底，邪气全盘踞在经络里头。这个时候人体最需要的是什么？是藏风聚气。你需要把你所有的能量，所有的心火都向内收敛，老老实实的藏在丹田里，去打这场
修复身体的硬脏，去修补你坏掉的五脏六腑。可是老陈在干什么？他每一次滔滔不绝的诉苦，每一次咬牙切齿的痛骂儿女，每一次回忆病痛，都在强行调动他丹田里仅存的那一口真气，顺着他那毫无遮拦的嘴巴疯狂地往外喷射。这在老祖宗的里面叫什么？这叫言多伤气，气随言散。你以为你在发泄情绪，其实你是在对自己的身体进行大抽血。老陈每诉苦一次，脸色就灰败一分，眼窝就深陷一分。他每抱怨一回，身体里的无明业火就乱窜一次。他把原本应该用来抵御外邪的真气，全用来换取别人几句不痛不痒的同情。他这不是在倾诉，他是在拿自己风中残烛般的性命点天灯啊！很多人一到晚年，身体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满世界去宣扬，生怕全家不知道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你们要晓得，你嘴巴一动，心神就跟着往外跑，神不守舍，气血自然就跟着崩溃。你以为老天爷不保佑你，其实是你自己把老天爷给你的最后一点救命本钱，顺着舌头全败光了。这种向外倒苦水的做法，表面上看是人情世故里的讨安慰，实则在生命底层的气机运作上是彻头彻尾的自我消耗。你越是到处喊痛，那个痛不仅不会减轻，反而会在你的潜意识里生根发芽，越扎越深。而真正可怕的还不只是你自己把真气给漏光了，而是你这种行为正在悄悄引发一场波及周围人的磁场灾难。老陈满以为自己能从老街坊那里要来几句安慰，可结果呢？这才是他厄运真正大爆发的开始。你想想看，以前跟老陈在农会里称兄道弟的那些老哥们，为什么后来宁可绕着巷子走，也不愿意从他面前过？老陈坐在轮椅上看着别人躲瘟神一样躲着他，心里头那个恨啊！他觉得这些人没良心，觉得世态炎凉，看他病了就不搭理他。可是我告诉你们，真不是人家心黑，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自我保护的本能。当你靠过去拉着人家的手，把你那些病痛的惨状、儿女的不孝一股脑儿的往外倒的时候，你散发出来的是什么？是一种极度浓烈化不开的病气和怨气。别人在外头奔波了一天，辛辛苦苦赚点血汗钱，自己也有家里的烦心事，人家身上的气血也需要维持平衡。谁愿意天天靠近一个，不断往外喷射毒气，吸干周围活力的负能量黑洞呢？你拉着人家诉苦，人家听个10分钟，只觉得胸口发闷，烦躁的喘不过气。在世俗里，这叫情绪勒索，但在老祖宗的底层逻辑里，这就叫煞气冲撞。人家躲开你，那是生命趋吉避凶的本能。好了，别人不听了，躲开了，老陈的厄运就结束了吗？没有，这只是刚开始。你们要晓得，向外求安慰求不到，人会怎么样？会生闷气，会怨恨。老陈每天坐在透天桌的1楼，看着空荡荡的街道，心里的那个怒火和委屈啊，像毒蛇一样死死咬着他的心。他天天在心里骂，我儿子是个白眼狼，我那些老朋友全都是势利眼。这股怨气憋在心里发不出去，在咱们身体里会发生什么可怕的变化？这个道理很简单，老祖宗在五行生课里讲得透透的，叫做肝木克脾土。你心里头怨恨，
发怒，觉得全天下都欠了你，这就动了肝火，这股贼火在你的胸腔里头乱窜，直接去克伐你的脾土。你的脾胃是什么？那是你后天的根本，是你气血生化的源头啊！你本来生了大病，正气虚弱，就需要脾胃这个大总管把吃下去的饭菜化作新鲜的精血去对抗病魔。结果呢，你的肝火把脾胃烧得焦裂，整个后勤系统彻底停摆了。老陈中午吃下去的营养便当，喝下去的炖肉汤，到了肚子里根本消化不了，全变成了恶臭的痰湿和浊气，死死堵在肠胃里。于是老陈的脸色越来越枯黄，肚子整天胀气，连水都咽不下去。原本没中风的那半边好身体也肉眼可见地垮了下去。你以为你在骂别人没良心，其实你是在给自己服毒。你把治愈自己生命的最高指挥权双手奉送给了外界的反应，别人不理你，你就气得不吃饭，气得睡不着，让五脏六腑跟着一起受罪，这是何等的愚痴啊！再往深里挖一层，为什么我常常劝老人家生了重病千万要把嘴巴闭紧，一句痛都不要往外喊？佛法讲得很清楚，万法唯心造。你的起心动念，你嘴巴里讲出来的每一句话都不是轻飘飘的一阵风，而是你在宇宙中下达的绝对订单。老陈每天不停地跟人念叨，我的腿像石木头，疼得像狗咬，我这辈子算是完了。他以为自己只是在陈述一个客观事实，或者是在发泄情绪，但是你知不知道，你的潜意识是个极其忠诚却没有任何逻辑分辨能力的执行者。天道法则是无私的，他听不懂你在开玩笑还是在倒苦水，他只看你的频率，你散发什么频率，他就给你匹配什么现实。你每天念叨我的腿要断了，全麻木了，你的大脑一听，主人说这条腿没用了，大脑立刻就会指挥全身的神经系统减少对这条腿的气血供应，让它加速萎缩和坏死。你每天哭诉我很惨，我活不长了，你的身体各个器官一接收到这个指令，就会非常配合地制造出更严重的疼痛和衰竭来呼应你。这哪里是老天爷在惩罚你，这分明是你自己在对自己进行惨无人道的二次谋杀。你想想看，你每天把生命的焦点全部锁定在病痛和别人对你不好上，这就好比你在墙上画了一个黑点，然后你每天死死盯着这个黑点看，日夜琢磨这个黑点，最后你的眼里就只剩下这无边的黑暗，再也看不到生命里其他的空白与生机了。你以为到处亮伤疤能换来救赎，其实你是在亲手用语言的刀子切断了自己跟外界正常能量交换的所有通道。你把自己变成了一座生人勿近的孤岛，最后只能在无尽的怨恨和极度的消耗中加速熬干自己的灯油。这就叫自作孽不可活。你不懂得把心收回来，长风聚气，非要把自己的脆弱剥光了给别人看，老天爷怎么可能救得了你？讲到这里，很多老哥哥老姐姐可能要掉眼泪了，心里犯嘀咕，是啊，生了病，身体痛，儿女又不在身边，连跟邻居抱怨两句都不行，那我这心里的委屈到底往哪儿放？难道我们长辈为这个家操劳了一辈子，临老了生场大病，连要求儿女来床前掉2滴眼泪尽尽孝心都不行了吗？你们别急，把心按住，顺着这个委屈往下走，
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就是触及很多人灵魂深处的一根软肋，也是最容易把晚年福报和家运彻底败光的第二个万丈深渊。这个万丈深渊是什么？就是把自己的这副残破身躯当成了向儿女讨债的筹码。你们想想看，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躺在病床上，心里头最隐秘最不敢明说的那点心事是什么？是不是每天眼巴巴地盯着床头那个手机，只要听见门外头有摩托车汽车开过去的声音，马上就竖起耳朵，心里头幻想着在外面打拼的儿子女儿能提着大包小包突然推门进来，坐到你的床边，眼圈红红的握着你的手，说一句爸妈你辛苦了，剩下的日子交给我们来伺候。可是等了1天2天，门没有开，手机屏幕也是死气沉沉的。这个时候你心里头那个委屈啊，就像初夏梅雨季的野草一样疯狂地往外长。你开始翻旧账了，你在心里头痛骂，想当年我为了供你们念书，中午连个带肉的便当都舍不得吃，天天吃阳春面，我为了帮你们在市区付头期款，把刚发下来的养老金掏得一分不剩，现在呢，我病得连下楼去黄昏市场买把青菜的力气都没有，你们居然连打个3分钟电话的时间都挤不出来。于是你开始自怨自艾，你觉得全天下都欠了你的，你甚至会故意在家族的群组里发一些生病难受的文字，或者转发那些孤寡老人悲惨晚年的文章，试图用这种近乎卑微和赌气的方式去换取儿女们的一丝怜悯和关注。我今天必须当头棒喝，把你们彻底敲醒。你以为你这是在期盼亲情吗？你以为这只是人之常情吗？你错得太离谱了。从老祖宗讲的天地契机因果法则来看，你这种向外疯狂索取情绪价值的执念，是一把杀人不眨眼的钝刀，它正在1分1秒的凌迟你本就虚弱不堪的身体。这个道理很简单，水往低处流，父母对子孙的付出顺应的是天地之德，能量本来就是自然向下流淌的。可是你一生病，你觉得委屈了，你想用自己的病痛把儿女拴在床前，你想去吸取儿女的能量来填补自己的空虚，这就坏了规矩。你把纯粹的亲情变成了一场充满算计的世俗交易。你要晓得，你们的儿女现在正处在人生最艰难最身不由己的爬坡期啊！他们每天一睁眼就要面对职场的残酷竞争，要还高昂的房贷，要照顾他们自己的下一代。他们的生命能量本来就处在极度紧绷快要断裂的状态。当你带着满腹的哀怨，用道德绑架的潜台词去暗示他们不孝顺的时候，你传递过去的是一种无比沉重让人窒息的暗黑能量。孩子也是肉体凡胎，他一看到你的来电显示，胸口就感到一震，莫名其妙的憋闷，他本能的就会想逃。这不是他们天生坏心肠，这是任何一个鲜活的生命面对一个不断向外索取的能量黑洞时趋吉避凶的本能。你越是带着怨气去讨要，儿女离你越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学学老祖宗的大智慧。我常常讲中华文化里头，那些真正能在晚年得大自在大善终的人，都是极其绝情又极其深情的。给大家讲讲汉宣帝时期的太傅苏广，这位老先生那可是给皇帝当老师的，学问大得很。到了晚年，他上书辞官，
要告老还乡，皇帝敬重他，赏了他一大笔黄金，太子也跟着赏。这要是换作普通的老头，带着这笔巨款回到老家，那肯定得把金子赚得死死的，或者赶紧买田买地分给子孙。为什么？为了让子孙围着自己转，天天给自己请安，老了病了有人伺候啊。但苏广是怎么做的？他带着金子回到老家，绝了。他每天让人去买好酒好肉，大摆宴席，请族里的老人乡亲们来吃喝，就这么热热闹闹的吃了大半年。那明晃晃的真金白银，眼看着就像流水一样花出去了。他家里的子孙一看，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这老头是老糊涂了吧？钱再这么造下去，连个铜板都不剩了。子孙们不敢直接劝，就找族里说话有分量的长辈去劝苏广。那天长辈搓着手，苦口婆心地说：老太傅啊，您年纪也大了，这钱多少也给子孙留点，买点产业，以后他们也好孝敬您老人家啊。苏广当时正在喝酒，听完这话，把手里的酒杯往桌子上一顿，发出砰的一声闷响。他看着那些长辈，说了一段震古说今的话。他说：我难道是不疼爱子孙吗？你们看看这帮小子，他们自己有手有脚，老天爷饿不死他们。我要是给他们留下一大堆财产，只会让他们变得懒惰，招惹是非。更何况我要是用这笔钱把他们拴在我身边，那我的晚年还能得清静吗？我连钱都不留，我还要他们怎么孝敬我？我这是散经锻炼，给他们一条生路，也是给我自己晚年留一份清静啊！各位听懂这个故事的玄机了吗？苏广闪掉的哪里是黄金，他斩断的是晚年对子孙的情执与控制欲。他不留财产，更不去索要儿女的情绪回馈，他不拿长辈的架子去压人，他把这股向外攀援的心彻底斩断了，断了向外的念想，能量才能真正回到自己身上。这才是老祖宗最高级的长风聚气。你想想看，苏广连真金白银都不去拴着子孙，你现在凭着一副生病的残躯，凭着一肚子的委屈，硬要去讨要儿女的那点可怜的陪伴，你觉得你讨得到吗？佛法讲得很清楚，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凡是把晚年的希望、生病的安慰寄托在别人身上的人，必定会换来无尽的失望。你每天悬着一颗心，电话一响就激动，发现不是儿女的，又瞬间失落。这种患得患失会直接导致你的心火极度亢盛，把你的心血煎熬得干干净净，最后一口怨气没咽下去，死死堵在经络里，把你自己的脾胃彻底摧毁。你算计别人对你够不够好，最后去医院挂号买单，疼得死去活来的还是你自己。面对晚年的重病，真正有大智慧的做法是什么？是从现在这一秒开始，彻底切断对儿女的精神依赖。如果明天中午你那个一整个月都没联系你的儿子，突然良心发现给你打了个电话，这个时候哪怕你昨天晚上因为膝盖痛在床上翻滚了一夜，哪怕你现在正因为吃药恶心想吐，你也绝对不许用那种虚弱可怜的声音去向他倒苦水。你必须深吸一口气，把声音调整到最平稳最洪亮的状态，充满底气地告诉他，我很好，身体正在慢慢恢复，每天都有按时吃药，你安心在外面打拼你的事业，
顾好你自己的小家庭，不用操心我，我完全可以把自己照顾得非常好。当你能干脆利落地说完这些话，并且微笑着主动挂断电话的时候，你就是在无形中完成了一场极其伟大的自我救赎。在那一瞬间，你切断了所有的能量外泄，你不再是一个等待施舍的弱者，你像一座沉稳的大山，把所有的生命力牢牢地锁回了自己的体内。你不索取，老天爷就不会让你匮乏，你心安理得地接纳所有的孤独，这份孤独就会在你丹田深处化作生机，这就叫斩断情枝，保命延寿。但很多人哪怕闭了嘴，不找儿女讨债了，一旦生病还会踩进第三个致命的风水陷阱。这个陷阱披着热心肠的外衣，却能在短短几个月内把你最后的一点命理轨迹搅得粉碎。这第三个致命的风水陷阱啊，披着一层热心肠的外衣，却能在短短几个月内把你最后的一点命理轨迹搅得粉碎。你想想看，很多老哥哥老姐姐在医院里查出了大病，为什么那么喜欢逢人就说，除了我们前面讲的想讨一点情绪上的安慰之外，还有一个极其隐蔽的心理动机。这个动机是什么？就是广撒网，多捕鱼。你在心里头盘算着，把自己的病情毫无保留地公布在所有的亲戚群组里，逢人就讲，说不定哪个热心的邻居或者远房的亲戚就能给你推荐一个华佗在世的神医，或者给你弄来一张包治百病的祖传秘方。你以为你这是在积极求生，结果呢？结果就是你家1楼大门的门槛快被踏破了，你的手机每天响个不停，但给你带来的绝对不是重生的希望，而是无尽的灾难。画面太熟悉了，对不对？街头的王阿嬷火急火燎地跑来，拉着你的手说，哎呦，医院开的那些药都是毒药啊，千万不能吃，赶紧去深山里找那个会画符的老师傅，喝点符水就好了。一转头，巷尾的林先生有信誓旦旦的拍着胸脯跟你打包票，我二舅就是得这个病，去南部找了个地下电台，买了一种不知名的树根熬水喝，1个月就活蹦乱跳了。甚至还有些人神神叨叨的劝你赶紧换医院，说现在的医生都不行。每一天各种自相矛盾的信息，各种毫无科学依据的偏方，带着不同人的磁场和企图，像发臭的潮水一样把你彻底淹没。我告诉你们，老祖宗在医道天规里留下过8个字，叫恐则气下，惊则气乱。人在生重病的时候，身体里的正气本来就虚弱到了极点，神明处于最不稳定、最容易被惊扰的状态。这个时候你最需要的是什么？是绝对的清净，是让心安稳地沉降下来，去客观冷静地感受身体真实的反馈，配合正规的治疗。可是当你到处宣扬，引来这无数个所谓的参谋时，你的耳根子再也没有一天清净过。你今天听了这个人的话，偷偷把正规的药停了，明天又听信那个人的偏方，在家里煮了一锅不知名的草药根，喝得自己上吐下泻。你的心每天都像是在惊涛骇浪中颠簸的小船，随时都会翻覆。这些杂乱无章、神乎其神的建议，不仅不能帮你找到活路，反而会引发你内心深处极大的恐慌和对未知的焦虑。这就好比一个本来就风雨飘摇的国家，皇帝突然听信了10几个不同大臣的胡言乱语，
朝令夕改，今天修城墙，明天拆城门，结果还没等外面的病魔真正发威，你自己内部的五脏六腑就已经被这种惊吓和乱投医给彻底折腾崩溃了。而且你们要晓得，从因果和能量场的角度来看，这种行为更加可怕。那些给你推荐偏方、推荐神棍的人，他们真的能为你生命的最终结果承担责任吗？绝对不能。吃坏了身体，他们拍拍屁股走人，留下一句我也是好心，最后躺在加护病房里插满管子，忍受剧痛的全是你一个人。他们只是在提供一种极其廉价的热心，甚至潜意识里只是想通过对你指手画脚来满足他们自己见多识广的虚荣心。你盲目地把自己的身体当成流言蜚语的试验田，就是在疯狂搅乱自己原本的命理轨迹。遇到绝境，遇到大病，真正的东方大智慧是怎么做的？我常常讲达摩祖师的故事，你们仔细听好，这里头藏着救命的玄机。南北朝时期，达摩祖师来到少林寺，那个时候外界对他有极大的误解质疑，甚至有很多恶毒的诽谤，他身处的环境也极其恶劣，后山山洞里寒风刺骨，连口热乎饭都没有。要是换作凡夫俗子，早就四处去辩解了，或者到处找人诉苦，打听哪里的环境好，求点御寒的偏方了。但达摩祖师是怎么做的？他走进后山的那个破山洞，面对着冰冷的石壁，盘腿坐下，把眼睛一闭，嘴巴一闭，外面冰天雪地也好，别人骂他也罢，不解也好，他一语不发，整整9年没有说过一句话。你们以为他只是在单纯的修佛打坐吗？这个道理很简单，这是老祖宗最高级的长风聚气。达摩祖师把嘴巴一闭，等于把生命向外泄露的大门死死焊上了。遇到绝境的时候，他不向外求，不听外面的杂音，他的精气神就全部在体内，结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能量大阵，外头哪怕天塌下来都伤不到他内在的本源。你想想看，对不对？你生了大病躺在家里，那就等于进了你自己的少林后山，这就是老天爷给你安排的闭关。你本来正气就虚弱，你还天天竖着耳朵去听王阿嬷的地下电台偏方，去试林先生的树根草药，你的心神全部挂在外面，那些虚无缥缈的奇迹上，这就叫心猿意马，像没头苍蝇一样四处乱撞。这种轻浮、焦躁、充满恐惧的低频能量，根本无法与真正能够治愈你的高频能量产生共振。你越是到处乱抓，你离真正的健康就越远，这就叫南辕北辙。达摩祖师能靠着闭口不言，在冰天雪地里保全性命，悟得大道。我们普通人虽然做不到面壁9年，但到了晚年，面对病痛的折磨，这种收摄心神的玄机，你必须得学，而且今天就要开始学。只要你心乱了，神散了，吃再多的人参鹿茸都补不回来。所以要破掉这个乱投医、惊扰心神的死局，要把这漏掉的福报和寿命连本带利的抢回来，我们就必须立刻进入真正的保命实操。我们该怎么做？很简单，从你明天早上睁开眼睛那一刻起，你必须做一件极其决绝的事情。那这个决绝的动作到底是什么？我告诉你们，就4个字：闭门谢客。从明天早上睁开眼睛那一刻起，你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你手里头那些医院的病历本、化验单全都拿个厚厚的牛皮纸袋装起来，塞进你房间最深处的那个抽屉里，拿一把锁，咔嗒一声死死地锁住，不仅把单子锁住，更要把你那颗总想向外攀援，到处打听闲话，四处求偏方的心给彻底锁死。你们要晓得，老祖宗传下来的中医智慧里头，看病养病最核心的原则叫做藏风聚气。你到处拿化验单给别人看，别人随口一句，哎呦老张啊，你这个指标这么高，很危险的呀。你的心跟着猛地一揪，手脚冰凉，这一揪，你本来就虚弱的神就彻底散了。所以生了大病，除了家里最核心最能扛事，负责带你去正规医院看病的那一两个亲人，对其他所有的远房亲戚、左邻右舍、早操队的老伙伴通通一字不提。我认识个陈大姐，今年68岁，一辈子是个和善的热心肠。去年初，她觉得胸口一直闷痛，喘不上气，被女儿强拉着去大医院做检查，结果很不好，肺部有个恶性的瘤子。医生当时面色凝重，把他女儿单独叫出去，嘀咕了半天。陈大姐虽然没念过什么书，但心里跟明镜似的，一看这正事，知道自己碰上命里的大劫了。如果换作以前的陈大姐，或者咱们身边的很多普通老太太，那完了，一出医院大门，腿一软，眼泪就得掉下来。接下来肯定是立刻拿出手机，给在南部上班的儿子打电话哭诉，回家的路上碰到熟人，马上拉着人家的手，边哭边抱怨自己命苦，平时买菜连个荤腥都不沾，老天爷怎么就偏偏挑中他得这个绝症。但这一次陈大姐没有这么干，出了医院，她坐在女儿的车后座上，一声不吭，看着窗外倒退的街景，眼神异常平静。回了家，她没掉一滴眼泪。她干了什么？她把女儿叫过来，把所有的化验单、核磁共振的片子、病历本全要了过来，找了个旧铁盒，把这些催命符整整齐齐地装进去，盖子一扣，塞进大衣柜最底下的抽屉里，再也不看一眼。第二天早上，他像往常一样，照常提着环保布袋去早市买菜。刚走到巷口，就碰上了平时最爱打听八卦的李阿嬷。李阿嬷贼眉鼠眼地凑过来，死死盯着陈大姐的脸看，装出一副很关心的样子，叹口风：哎呦，老陈啊，昨天看你家丫头开车带你去大医院了，查出什么毛病没啊？我看你这几天脸色发黄，走路也没劲，是不是得了什么不好的重病啊？你要有事就跟我说，我认识个偏方大夫，这要是换做别人，心理防线一崩溃，肯定马上就开始诉苦了。但陈大姐站在那儿，像一座大山一样，连眉毛都没动一下，她嘴角带着一丝极平淡，甚至有些深不可测的微笑，眼神很定地看着李阿嬷，就回了极其简短的一句话：老毛病了，年纪大了，机器生锈，正常的常规保养。医生说好得很，没多大点事。哎，你篮子里那条海鱼多少钱一斤买的？就这么轻描淡写的一句，直接把李阿嬷后面准备好的一大堆套话和同情全给死死堵在了嗓子眼里。李阿嬷讨了个没趣，讪讪的撇撇嘴就走了。你想想看，陈大姐这个极其简单的微笑和转移话题的动作，在能量场上意味着什么？这个道理很简单，这就叫截断纵流。那个试图用打探八卦、用虚伪的同情来吸取你能量的人，
被陈大姐这种极其笃定毫不漏气的强大磁场直接给弹开了。他那口用来续命的真气没有顺着舌头漏出去，而是咽回了肚子里。接下来的日子里，陈大姐除了按时去正规医院配合医生吃药复诊，剩下的时间她彻底把自己封闭了起来。她谢绝了所有老朋友的探望，不听街头巷尾任何关于治病的闲言碎语，不看手机里那些吓唬人的养生文章，甚至连新闻都懒得看。每天早上吃完饭，他就搬个小板凳，坐在自家透天厝的阳台上，把眼睛微微闭上，一语不发，舒舒服服地晒着太阳。他用心感受着阳光直射在后背脊梁骨上的那股暖意。在老祖宗的学问里，后背是督脉，是人体阳气的大本营。他不胡思乱想，就把所有的注意力全收回来，放在自己的一呼一吸上。每一次吸气，他都在心里默默告诉自己，天地间清净的生气进来了。每一次呼气，他就觉得肺里头那些污浊的病气被慢慢吐了出去。女儿看着心疼，怕他闷，想给他找几个老姐妹来家里打打麻将，聊聊天，解解闷。陈大姐一摆手，一口回绝，不需要，你妈我现在就不想说话，我就想一个人清清静静地待着。佛法讲得很清楚，神不外持，气自内守。陈大姐这么一闭关谢客，奇迹就慢慢在她这副看似枯败的身体里头发生了。因为她不再向外去寻找任何安慰，不再去跟别人攀比，谁得的病更重，她的大脑和神经系统就彻底放了假，再也不用去处理那些乱七八糟的恐慌情绪。她省下来的每一分精气神，每一滴宝贵的心血，全都被身体这套极其精密的机器自动调遣到了肺部，去全力围剿那个病灶，去疯狂修复那些受损的细胞。大半年以后，陈大姐再去大医院复查，拿着新拍的片子，那个见多识广的主治医生眼睛都瞪圆了。不仅那个恶性的瘤子没有丝毫扩散的迹象，反而边缘开始萎缩钙化了，各项血液指标平稳得不像是个得大病的人。医生只夸他心态好，是个奇迹。但陈大姐心里明镜似的，这根本不是什么轻飘飘的心态好三个字能解释的。这是他把向外求救的嘴巴死死缝上，把四处乱跑的心神牢牢钉在自己体内，把乱七八糟的杂音全部屏蔽，硬生生靠着老祖宗这套长风聚气的无形大阵，从阎王爷手里把生机给抢回来的。我告诉你们，人在面对生死绝境的时候，你别总指望外面有什么神丹妙药，你身体里本来就藏着一个绝顶的神医，也就是你与生俱来的强大治愈力。可是这个神医生性最怕吵闹，最怕惊吓，最怕你不信任他。你每天像个大喇叭一样到处喊痛，今天拿个偏方去喂他，明天拿句闲话去吓他，后天又因为儿女没来看你，哭得肝肠寸断。你天天这么折腾，体内一片兵荒马乱，这个治愈的神医怎么可能安心给你干活？你只有像陈大姐这样对外闭口不言，对内绝不生疑。你把大门关起来，谢绝一切没有必要的社交和探视。你要晓得，那些提着水果跑来看你的闲杂人等，有一小半是真关心，有一大半是来凑热闹探听虚实的，还有很多人身上带着外界乱七八糟的浊气，这些探望对你的病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只会白白消耗你应付他们的精力。你要做的
就是做一个冷酷无情的护证人，把你那个病弱的躯壳当成一座与世隔绝的深山古寺，每天按时吃药，吃饭嚼得细细的，睡觉睡得沉沉的，就算半夜骨头痛醒了，也别哎呦哎呦的惨叫，别去惊动全家人，你就把温热的手掌轻轻放在痛的地方，在心里对那个部位说一句：没事，我知道你很辛苦，我在陪着你，一切都会过去的。当你真正做到了对外不泄气，对内安了神，你的身体就不再是一个千疮百孔的漏斗，那些原本要夺你性命的病邪会在你这股极其安静极其深沉的阳气面前一点一点地融化掉，这就叫恬淡虚无，真气从之。这就是不用花一分钱，只靠你转动一个念头，关上一扇门，就能在晚年结下的最强保命正法。但是这套法门虽然厉害，很多老人家硬生生把门关上了，嘴也闭上了，这时候事情并没有完全结束，接下来你必然会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什么挑战？就是当你一个人待在绝对安静的房间里，当外界的喧闹彻底消失，你会突然感到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惧和空虚。我们要做的最关键一步，就是把你一个人独处时的这份恐惧，这份翻江倒海的委屈，彻底转化为滋养你余生健康的最强阳气。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灵魂战争，你必须打赢。你想想看，遇到刮风下雨的晚上，你一个人躺在透天厝的2楼或者3楼，听着雨水疯狂拍打着屋顶，空气里全是那种化不开的潮湿。这个时候，你的关节又开始隐隐作痛，你的呼吸变得沉重，因为你现在不往外倒苦水了，门也关上了，你所有的念头，所有的回忆就会在你的脑子里疯狂打转，像走马灯一样，根本停不下来。你开始回想自己这辈子到底做错了什么，你回想起当年在车间里踩着缝纫机，或者在粉尘飞扬的厂房里盯着机器，一天站10几个小时，连上个厕所都要掐着手表。你把赚来的每一分血汗钱都省下来，全换成了孩子们的辅导费，换成了给长辈看病的医药费。你觉得自己这辈子都在为别人活，从来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凭什么到头来医生的病痛全落在了你一个人身上？为什么那些自私自利的人活得好好的，而你却要躺在这里受尽折磨？这种巨大的不甘心，这种觉得命运不公的委屈，会在深夜里化作一条冰冷滑腻的毒蛇，死死地缠住你的心脏，让你喘不过气来。当你心里头升起这种强烈的怨恨和委屈的时候，你立刻就要警觉，这正是你体内的阴魔在作祟，从老祖宗传下来的五行生克法则来看，这种觉得老天不公的念头，是比任何实体疾病都要恐怖1000万倍的绝命毒药。中医的底层逻辑讲得非常透彻，怨伤脾，恨伤心，怒伤肝。你心里头的这股怨气一旦在静默中爆发，它就不再是向外发泄的噪音，而是变成了极度致命的内耗，直接在你的5脏6腑里引发一场能量核爆。我告诉你们，你以为疾病是老天爷的惩罚吗？你以为你真的很冤枉吗？大错特错。从宇宙大道的底层逻辑来看，你身上现在承受的每一点病痛，根本不是什么外界强加的惩罚，而是你前半生疯狂透支
生命能量之后，身体在向你客观讨要的一笔因果债。天道法则是无私的，它不带任何私人感情，它只认因果，只认能量的守恒。你在机台前为了加班费透支的体力，你在深夜里为儿女前途操碎的心，那些被你为了顾全大局而强行压抑的疲惫和愤怒，它们并没有凭空消失。根据能量守恒的铁律，这些没有被化解的情绪和过度消耗的精气神，全部转化成了淤堵的寒气和浑浊的业力，深深地储存在你的经络和骨髓里。现在你老了，气血衰退了，防御的城墙倒塌了，这股压抑了几十年的业力开始集中爆发，形成了你现在的肿瘤、高血压，或者是严重的关节退化。如果你在这个时候还在用对抗的心态，用怨恨和委屈的心态去面对这副残破的躯壳，你就是在给这股病气源源不断地输送炮弹。你越是不甘心，你的心火就越旺盛，这股邪火疯狂燃烧，不仅不能温暖你的身体，反而会把你体内用来滋润的生命资源，也就是你的肾水，全部无情地烤干。这就叫水火不济，阴阳离绝。心火在上面烧坏你的脑神经，让你彻夜失眠；肾水在下面彻底干涸，让你的骨头枯萎，双腿无力。这完全是加速死亡的最快路径。要彻底化解这股反噬的业力，你就必须学会我们老祖宗留下的最顶级的心法：不怨天，不尤人。你的臣服不是认输，而是放弃毫无意义的内耗，把身体指挥权还给与生俱来的治愈神力。那具体该怎么做？我今天教大家一个极其微小但充满能量的实操仪式，也就是我们的泡脚内观法。你们只要每天晚上照着做，就能启动这套水火既济的生机大阵。从明天晚上开始，当你吃完晚饭，看完晚间新闻，请你果断地关掉电视。我再强调一遍，绝对不要再去听那些名嘴为了政治话题吵得面红耳赤，不要去关心谁又贪污了，谁又当选了。那些乌烟瘴气的低频能量只会搅乱你的清净心。你要去打一盆温度适宜的热水，不要太烫，也不要太凉，然后安安静静地坐在你房间里，把灯光调暗，闭上眼睛去泡脚，把你的全部注意力都死死地锁定在脚底的涌泉穴传来的那股湿热力量上。涌泉穴是肾经的起点，是你身体与大地能量连接的根基。当温水包裹住你的双脚时，你要在心里默默地对你的身体，对你的疾病进行一场深度的，甚至带着血泪的和解。你不需要念什么复杂的咒语，你只要用最朴实最真诚的意念，在心里对自己说：我这副躯体跟着我这几十年的风风雨雨里摸爬滚打，真的是辛苦了。我以前不懂事，为了赚钱，为了面子，为了家庭，拼命地压榨你，苛责你，给你塞满了各种委屈和怒火。我现在身上所有的痛苦都是过去我自己种下的因，是我对不起你。我现在心甘情愿地承受这个果，我不再有任何怨言。你要在心里无比坚定地继续念：我不怨，我不怪。我不怪我的儿女没有来探望我，因为他们有他们自己沉重的因果和人生功课要背。我也不怪别人不懂得体贴。从这一刻起，我把所有向外投射的怨气、期待、嫉妒和不甘心，全部像收网一样通通收回来。
我把所有的爱唱，所有的专注都只倾注在当下这一口缓慢的呼吸上，倾注在我这颗正在坚强跳动的心脏上。诸位，这绝对不是什么自我麻痹的阿 Q 精神，你这是在进行高纬度的能量重组。当你把意念完全集中在脚底，当你用这种彻底臣服的心态去面对病痛时，佛法讲得很清楚，这就叫火降水升。你会感到一股暖流从脚底升起，慢慢的流经你的小腿大腿，汇聚到你的丹田。这股暖流就是被你成功降服的心火去温煦渗水后所产生的纯正阳气。当你每天晚上都能坚持不懈地进行这样一场灵魂深处的自我对话，你会发现你的身体正在发生不可思议的逆转，那种因为疾病带来的时刻悬在心头的恐慌感会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无与伦比的踏实和宁静。你不再是一个被疾病折磨的恐慌感只会哭嚎的弱者，而是一个正在经历生命浴火蜕变的智者。你把身上的病痛当成了磨练心性的顶级道场，每一次疼痛的袭来都不再是折磨，而是在帮你消一分过往的业力，是在帮你疏通一条淤堵的经络。你要有这种看透红尘的魄力。晚年的疾病就是来度化你的菩萨，他是看你太累了，看你在世俗里迷失得太深了，强行给你按下了一个生命重置键，他逼着你把放在外面的心收回来，放在你自己身上。当你能在每个夜晚的泡脚和静默中把心里的垃圾清空，把怨气化解，你就是在为自己的生命重新续肺。你自己的身体里就藏着一个能包容万物化解万病的宇宙，这才是真正顺应天道的无上保命法门。好了，今天这堂课我都给你们揉碎了，掰开了讲得清清楚楚。可是我知道咱们很多老朋友年纪大了，记性不好，听着后面的，前面的可能就忘了。我最后再跟你们啰嗦一遍，这几件事打死也别做，这几步一定要老老实实照着做。第一件绝对不能干的事，就是生了病之后到处去当大喇叭。我告诉你们，你那张嘴巴不是用来倒苦水的，那是你生命力的大门。你逢人就亮伤疤，拉着邻居哭诉你这儿疼那儿酸，你每诉一次苦睡的，就是在给自己大抽血一次，那是疯狂漏气的催命符，是在引动阴阳冲撞的煞气，打死都不能再干了，听到没有？第二件事，也是大家最容易犯的糊涂，就是别拿自己这副长病的残躯去跟儿女讨债。你想想看，你生病了，你觉得委屈，你想用自己一辈子的付出来绑架孩子，让他们天天给你打电话围着你转，你这叫逆天而行。孩子们正在外面艰难打拼，你把沉重的怨气和道德包袱砸过去，他们本能的就会想跑。你要学学汉代的苏广，彻底斩断对子孙的情绪索取。你越不索取，你心里的火就越小，家里的风水就越顺，儿女没有了压力，反而会从心底里敬重你。第三件事，绝对不要病急乱投医，去听信那些乱七八糟的偏方。今天听这个老阿嬷说吃不知名的草药根，明天听那个老头说喝符水。这个道理很简单，中医医里讲恐则气下，惊则气乱。你心里一慌，今天信这个，明天信那个，你体内的神就散了。你要学达摩祖师的闭口不言，
把心神死死地收回来，千万别把自己的身体当成流言蜚语的试验田。那这几个坑我们避开了，到底该怎么自救呢？就2步走。第1步，从明天早上起，把病历本和化验单全锁进抽屉里，闭门谢客，不见那些无关紧要只为看热闹或者乱出主意的杂人，不听任何闲言碎语，哪怕出门碰见熟人问起，微微一笑，回一句老毛病，再静养，一切都好，马上转身离开，把这口用来续命的真气硬生生给我咽回肚子里。第2步就是每天晚上的泡脚内观，把电视机关掉，绝对不要看那些吵吵闹闹的新闻，去沾染低频能量，端一盆温水泡脚，心念死死守在脚底涌泉穴，在心里默默地跟自己的身体和解，对自己的5脏6腑说一句辛苦了，不怨老天爷不公，不怪任何人没良心，把疾病当成替你消业障逼你清静下来的菩萨，只要你把这口气沉下去，降住心火，温煦肾水，打通这套水火既济的生命大阵，这就是最好的延寿灵药。你们要晓得，我们中华文化讲了几千年，其实说到底，这世间上哪有外面现成的风水宝地啊？最好的风水根本不在坟头朝向上，也不在什么罗盘指针里，最好的风水就是你这颗干干净净、安安稳稳的人心。最大的改命不是去庙里花多少钱，烧多高的高香，而是改你的念头，改你的行为，改你种下去的因。你的心定了，不向外攀援了，你的5脏6腑才能气血顺畅，你的念头散了，不生怨恨了，你家里的磁场才能清明透亮。这都是息息相关的天道铁律。今天这堂课你如果听懂了，你这晚年的福报就算保住了。但是佛法讲得很清楚，自度还要度人，菩萨道就是要在利他之中完成自救的。老祖宗常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我希望大家把今天这个视频转发给你的老伴，发给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发给那个正在生病受苦，每天愁眉苦脸、怨天尤人的老街坊。你这轻轻一转发，绝对不是在网络上凑热闹。你想想看，你这一句善意的提醒，可能就拦住了他明天又要去倒苦水造恶业，让他少走一条绝路，少拜一次家运的提醒，甚至是从死神手里帮他抢回了一口保命的真气。你度了别人，就是在给自己培植善根，这就是你在积福啊，这就叫功德无量。如果你觉得南老师今天讲的这些大实话不中听但中用，对你真的有帮助，让你心里头那块沉甸甸的大石头落了地，亮堂了，请动动你的手指，给南老师点个赞，点个关注。你每一次的转发和点赞都是在为自己和家人积攒一份福德。最后我要请大家在评论区里做一件事，你们要晓得，在这个宇宙中，文字是有极大力量的，念头是有极强能量的。千万人的善念一旦汇聚在一起，形成的能量场，那个威力绝对不可思议。请你现在就在留言区郑重地敲下这8个大字，闭口养气，修心延寿，或者就简单写一句，愿家宅平安。你敲下的每一个字，你发出的每一个善念，都会在这天地气机之中产生共振，最后这些善念都会化作最清净最强大的福报磁场，完完整整的回向到你自己、你的儿女和你的家人身上。